在《西游记》第67回中，凤仙郡的郡长因与妻子争吵，一时冲动推翻了玉皇大帝的供桌，结果惹得玉皇大帝震怒，导致全县3年未降雨。对于我们凡人而言，或许会觉得这是件小事，不至于引来如此严重的惩罚。然而在中国文化中，古人对神灵的敬畏其实非常重视，这不仅源于信仰，更是一种对天道的谦卑。影视剧中经常会有皇帝祭天等祭祀活动，象征着古人对天道的尊重。人类在天地之间不过是颗小尘埃，在天道面前，人类最好谦卑谨慎一些。无论是无心之失，还是有意冒犯，一旦触怒了神灵或天地法则，往往会祸及自身和他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舒小妍。在《史记》中记载，秦昭襄王因伐树开道而冒犯山神，导致山东士卒伤亡惨重。《左传·晋献公》中记载，晋献公狩猎时不进山川，导致全国3年干旱，百姓饥馑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商纣王因亵渎女娲娘娘，导致商朝覆灭。天道面前没有特权，无论身份高低，冒犯天道的行为都可能带来灾祸。齐桓公因渡河时未祭河神，河水暴涨，导致士卒溺亡。事后齐桓公毁屋筑庙祭拜才得以平息。汉高祖刘邦在祭祀天地时稍有怠慢，结果大禹临身便认为是天谴之兆，从而深感自责。隋炀帝扬言我齐天，最终却失去江山。古人认为他是因狂妄不敬天道所致，所以无论身份地位，天道始终一视同仁，任何人轻慢天规都将自食其果。不过玉皇大帝也一再表示，只要凤仙郡郡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弃恶从善，干旱便会解除。这一情节也提醒我们忏悔的力量。忏悔是一种诚心的反省与修正，是难得的宝贵心态。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不顺时，或许正是因为某些事情未曾做对，而此时反思与忏悔往往是化解难题的关键。忏悔不仅是对错误的修正，更是对天道的诚恳之心。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有一则关于戏弄神灵引发恶报的故事。一任商人因生意顺利而对神明毫无敬畏之心，在一次祭祀中轻佻地向神像嘲笑称，不靠神灵也能发家。然而不久后，他的生意接连受挫，甚至濒临破产。周围人都认为这是他轻慢神灵、过度自信的报应。从此他开始对神灵怀有敬畏之心，虔诚祭拜。这些例子一再提醒我们，天道面前，无论是王者还是平民，都需保持谦逊，忏悔的心态才可化解很多灾难和不顺，否则终将付出代价。古人是对天道的敬畏为平安之本。玉历宝钞写道，轻慢天神之人死后将入地狱，受尽折磨。搜神记也记载某县令亵渎土地庙，导致大旱，百姓逃亡。这些记载都在告诫人们，敬畏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与自然法则和谐共存的智慧。敬畏天道不是束缚人的思想，而是帮助人自律，让人意识到不能逾越的界限，不轻易膨胀和狂妄，不因贪求物质而迷失。这种敬畏帮助人内省，找到真正的平安与幸福。这期视频你怎么看？欢迎分享你的看法。